场景换，对，这是比较随性的场景，比较随性的拍摄。就想说啊，只是分享而已，也不需要太严肃嘛，就是顺其自然的，就在哪里都可以拍摄这样子。不要在厕所就可以了。其实也可以啦。会有奇怪的声音，比如说咚，懂，这是你吧？或者水声之类的。今天要聊的是金钱第三集。金钱第三集，我看一下那叫什么。之前我们有拍那个《越花越有钱》第1集、第2集，那还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先去看上面那2集，再来看这一集。这一集一样也是都是 Q&A，就是集结所有观众的问题，然后墨子做回答。好，那我们就开始喽。好，第一个问题是，假设说我存钱是为了要留给我的孩子、我的后代呢，或是存钱给父母，那不是我们家族的福气吗？就是我赚钱存钱是为了留给孩子跟家人，那是家族的福气。其实每一个人他有每一个人的福气，所以如果他没有那个福气，你即使存钱了，然后到时候那笔钱可能也会有其他用途，然后就不见了，也不会到他手上。如果他有那个福气，自然就会获得那个钱，而钱的来源也不一定是从你的身上，所以其实这种想法顺其自然就可以，不用太计较说要把钱一定要全部都留给孩子啊，然后这是他的福气啊，这样的想法其实就是蛮狭隘的。狭隘。因为每一个人的福气不同，我们要培养的是后代的丰盛的感觉，从丰盛的感觉自然会显化出很多丰盛来，而不是给他一些观念或者给他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反而不见得是比你从给他丰盛的观念来的更好。你给他丰盛的观念，他自然会一直显化出更丰盛、更多金钱的回报，然后他就会更富裕，这样子反而更有效啊。你是说给人鱼吃不如教人钓鱼吗？是这个观念没错。这样啊。但是给人鱼吃不如教他钓鱼。一般人想说钓鱼就是怎么去存钱，怎么去赚钱。那我们谈的是如何去显化金钱，就是这样。对，就是运作在信念意识层面的啦。没错。那第2个题目是，每个人的福气是不是都不一样？一个人没有福报该怎么办？也能显化出金钱或是享福吗？首先，我们要从福报是什么来理解这件事情。就是福报它其实是一个证明，跟宇宙证明我有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比如说我给予，我们之前有谈到说，给予就是跟宇宙证明说我有，所以我能给予。所以当你在给予的时候，你就会产生福报。其实那个福报的意思就是你显化出你给予了能量的回馈，你给出能量，那回馈了能量给自己，那个回馈的力量叫做福报。那所以很简单，就是当你持续的跟宇宙证明说我有，所以我能给予，那你不断给予出去，那你就有回馈的能量。那个回馈能量是你自己显化出来的，所以真正的福报是自己显化出来，而不是靠做了什么善事，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去回馈。那因为你什么信念会得到什么回馈。如果你做善事的时候想的是，我可以得到很多名声，我就会出名，然后我就会成为大善人，大家就会看我很棒很好。如果这种想法的话，你得到的不会是那个回馈，不会是那个丰盛。其实因为你不是给予，而是索取，这个要分得很清楚。你正在索取名声，那不是给出，那宇宙就会证明你没有名声，因为你要索取。所以你越做这些事，你会发现，奇怪，越多奇奇怪怪的，让你自己名声反而不好啊，等等。觉得很奇怪，我明明做那么多善事，不是应该有很多福报吗？因为你的信念是索取，那所以这个要分得很清楚，自己要很了解。所以福报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我们跟宇宙证明说我有，我有自然就会得到那个回馈。这样。那如果是真的是在做善事的好人呢？有一种说法是好心没好报，那这又是怎么回事？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在给予啊，我也没有想要索取什么，但是为什么可能会遭遇不好的事情啊之类的？所有的事情显化不是在同一个层面、同一个事情上，所以今天我发出了一个信念，然后改天会回馈同样的回报回来，但是不一定是在同一件事情上。比如说我帮助了这个人，然后我就投射出了一个给予的信念，这是因为我之前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匮乏的，或者其中有一些其他的不好的信念存在，导致这个人，然后他
做出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不还我钱或者怎么样，那我会觉得说，我明明是做好事，结果却得到不好的回报，其实这根本就是两件事，就是我们投出去的信念，不是在当下那件事情回来，而是可能是在别的事情或者别的人等等人事物。都有可能在别的事情上发生回馈，而不是在同一件事。我们永远不知道宇宙它是会怎么运作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投出一个信念，改天就会有一个好的回馈回来，就是这样。但是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所以我们看到，同一件事为什么没有得到回馈啊？那其实是我们想太多，因为运作上不一定是在同一件事上发生，就是这样。那只要我们投出去的信念是什么？那个能量是什么？改天就会有一个相应的能量回馈给自己，就是这样。那第3个问题，如果有钱人不喜欢花钱，他只喜欢赚钱，那他也没有说很喜欢享受，但是他喜欢节俭，他喜欢存钱，他从赚钱中获得快乐跟成就感，也是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钱。所以是不是不一定要用花钱的方式去显化让自己有钱？我们今天谈的是丰盛的感觉，就是得到的感觉，就是你去花钱，为什么要花钱？花钱是因为你买了一个东西，所以你得到了一个东西，或者你吃了一餐美味的大餐，所以你得到了美味的补偿，是那个得到的感觉，就是得到的感觉才是丰盛。那当你获得一笔钱，那如果你觉得那个是一个得到的感觉很丰盛，那么你就已经得到了一个补偿，那所以那个感觉会显化下一次的得到，就是这样。重点是那个感受，我们投出去感受，回来也是感受，不论它是什么。那如果有人因为他累积财富而有丰盛的感觉，那么可能他就会不断的获得金钱。但是这里面会有很细微的层次，就是你获得金钱是那种安心感，是来自于匮乏，还是获得金钱的那一刹那是丰盛的感觉？这个有很大的分别。你因为你缺乏安全感，你希望能够有钱，希望钱能够进来，那钱一进来的时候，你就满足了那个安全感啊，我是安心的，有看到钱。但是这个信念是基于我怕没有钱，所以它的来源是匮乏的，所以你不容易因为这样而累积金钱，除非你是很单纯的感受这个事物，每一个事物都可以营造丰盛的感觉，美食或者得到一个你想要的东西，那个东西当然也包括钱。如果你本身真的很喜欢金钱这种感觉，那你得到的时候是一种丰盛的感觉，那你也常常可以去给予钱，去让别人感受到这种丰盛，你也证明你有，你既证明你有，那你得到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丰盛，那这样子会是一个正向循环，你就会一直获得更多的金钱。好，那第4个问题是，越花越有钱，那还需要记账跟看价钱买东西吗？这一切也是运作在匮乏跟丰盛的层面。你记账的目的是为什么？你怕不够还是什么原因？这个原因只有自己才会知道。不管你做什么，它的原因是来自什么。如果来自于匮乏，那你就把那个匮乏信念消化掉。那如果是来自丰盛，你就把它扩大，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记账是你每记一笔，你觉得说，好棒哦，我又买了一个很棒的东西，你看，哇，这个真的好棒，然后又记下一笔，我又买了这个，好棒哦，哇，我又拥有了这个。你这样去记账的时候，你是一直丰盛，但是你又花了5000，又花了3万，你这样去记账的时候，你就一直不断匮乏。所以你记账不是问题，问题是在。那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带来丰盛呢，还是匮乏？自己要非常清楚。如果是匮乏，那你就不要记了，真的。你越记你越匮乏。那如果是丰盛的，那你就去不断的去累积，没有问题。或者你能够去改变自己的信念，让自己每一次记账都感觉到获得的丰盛，就是这样。好，第5个问题是，有人说花钱为什么会越花越少？是哪里出了问题？这很单纯。因为你每一次花钱的时候，你觉得你在花钱。之前我们就有谈过说，每一次花钱的时候，你要觉得说我获得了什么，而是获得了那个东西。因为如果你没有花钱去买，你并不会获得那样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空的，就是没有获得的东西。所以当你去行使这个花钱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不是在花钱，而是在获得了一个东西。所以获得那个满足感跟丰盛感会显化下一次再获得。如果不是这样，你是感觉我花掉一笔钱。如果你觉得我花掉一笔钱，那么你是在匮乏流失，
匮乏跟流失的能量，当然显化出匮乏跟流失的能量，所以越花越少，越花越少。所以这个自己要做一个非常好的调整，自己要知道自己在什么状况来做什么样的调整，不然你听我们说，越花越有钱，你就拼命花，每花一次的时候就觉得哇，有点心疼又花掉多少？重点不是要花掉多少，而是又获得了多少。所以，这个要分得很清楚。当你察觉自己有这种匮乏信念的时候，你就要去调整自己，再去花，就是这样。好，第6个问题，为什么花钱感觉是罪恶？为什么有些人不节俭就会被谴责？不节俭就会被谴责，这个是一个集体意识的一个状态，就是社会已经是这样教育的，就是乱花钱就是一种罪恶，乱花钱就是没有美德，存钱就是一种美德，在社会上本来就是已经这样教育，所以这样的一个集体意识它本来就在。如果你投射出相应的信念，你就会跟那个集体意识产生相应，那你就会得到一个被谴责的状态。所以，如果你很自在的去行使这些，那所有的这些谴责什么，当你听过就好，觉察着它，不要去起反应，很快这些都会不见。但是你如果很介意这些事情，它又会变成你越抗拒它越发生。你只要发现自己跟这些谴责是相应的，然后听到谴责，你是应该去一边去花钱，但是一边去对这些谴责漠不关心，让它很自然的消失。那这样子它慢慢就会不见。但是如果你很抗拒它，你越抗拒，你越投入抗拒的能量，你又会显化下一次谴责回来。它只是一个很单纯，已经根深蒂固的集体意识，只是这样。那你是不是跟它相应，就看你自己的信念。那不是有人说修行要放下，要放下，就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就节俭，够用就好。放下是对东西的认知与欲望，而不是在那个现象上面。现象如何发生都没有问题，感受如何进行也都没有问题，而是你一定要那个抓取那个欲望才是要放下的。要放下的是那个欲望，而不是现象的本身。就像我吃到好吃的东西，它很单纯，它就是好吃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因为社会赋予它价值，哇，这一餐要5000块。那当我去进行的时候，如果我很单纯，只是感受那个食物的味道，那其实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单纯的，完全也没有欲望的存在。那其实只是单纯去感受一件事物，这样跟罪恶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你因为金钱的关系，然后你又觉得哇，这个5000块一餐可以彰显我的身份什么，然后又很多的思考信念在里面，甚至掺杂了很多欲望。你没有去吃的时候，你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得到，我一定要吃到，然后你就会整天想这些欲望的本身才是要放下的，就是对那个东西、对那个情境的执着，要把它放下，而不是很单纯的去感受事物，就是这样。就像住在破烂屋跟住在豪宅都一样嘛，就是有些人的生活基调就是住比较普通的房子，那有些人的生活基调就是住在豪宅，但是对他们来说都是很自然啊，很正常的就我不是因为特别想要哇，好想要一定要，然后就住在豪宅或是吃到美食，那就是他的基调，对啊。这个要很清楚，修行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以佛教的修行来说，它是要离开离相的。那相是什么？就是所看到的一切现象的解释。那好，我们解释为好的现象也是解释，我们解释为坏的环境也是解释，所以这些都是解释。我们其实要离开是那个解释，而不是那个现象是什么。现象是什么都可以啊，现象是比如说很美丽的洋房，那也是可以超脱这个现象，离开这个现象。对它的解释，你还是可以离开。那如果你住在茅草屋，茅草屋这个现象，这个解释你看到了，你还是可以离开这个现象的解释，还是可以跳出来，所以跟现象无关。所以你住在豪宅可以解脱，你住在茅草屋照样可以解脱，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这样单纯。茅草屋，对呀、住茅草屋好像也不错，也是一种味道，有很多人花钱去国外度假住茅草屋的，很棒啊。对呀、第7个问题是，有一位观众朋友的父母对存款的其中一个观念是，将来父母或是自己需要钱看医生的时候，要可以给他们很好的医疗，所以必须要很节俭的存钱，以备不时之需。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不时之需，他已经有不时之需的信念，所以以后就显化了不时之需。
所以以后这些钱一定会用来看医生，一定会作为这个不时之需，一切都是自己信念所显化出来，他已经准备好要这么显化了，不是吗？那其实重点是显化出给予自己好的医疗，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显化出我一辈子都不会生病，然后到老，这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去显化出我会生病？我只要老了就会生很多的病，然后在这个病的时候，哇，我又要显化出要好的医疗，然后好的医疗又要钱去支持，我要显化出我要存钱去支援这个。这一切道路你自己都已经铺好了，然后你就照着剧本去显化出来我的确存了一笔钱，然后到时候我的确生病了我的确还好家在，我存的这些钱以备我不时之需，我又拿来医疗，然后到时候你看吧，那一切都是你自己显化出了你要的剧本，你为什么不显化出你会健康一辈子的剧本呢？那第几个问题了？第八个哦。第八个问题是：为何世界贫富差距如此之大？有钱人的秘密是什么穷人是缺了什么有钱人所没有的吗？每个有钱人都是一样的思维吗？好像有3个问题。没关系，这3个问题好像都息息相关。首先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教育，这个世界的教育就是给予控制、匮乏的这些讯息。为什么我们讲的跟社会的教育是倒反的？就是因为社会的教育给予的其实不是丰盛的信念，而是匮乏、控制的一个讯息。基于这些讯息从小学来，我们就觉得应该是这样，然后你就会落入那个匮乏的圈子。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什么现在有91理论？以前是说73，后来变82，现在变91%，90%的人，还是这是某个平行宇宙的91？至少在我们这个平行宇宙看起来是有这么一回事。那所以重点是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教育形成。那些有钱人告诉他的后代是会跟这一套是完全是不同的，跟我们一般接触的教育不同，所以只能在少部分的人听到那些如何创造丰盛的讯息。所以他就很自然而然继承了那些钱，而且过着很丰盛的生活，知道如何去创造更多的钱，他就不断的丰盛，他就不断的回馈。那所以这些讯息如果不是从小开始教育的话，我们其实是一直被植入一些匮乏的讯息你工作是很难找的，现在在社会上竞争很激烈，要出人头地不容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而且你很努力的向上爬，经过10年8年后你一定会有一点点的成就。这些讯息接收到了，那从小就觉得应该是这样，那你过的生活也是这样，你看到的周遭的人也是这样，那你就不断的在这种循环里面一直循环。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我好像有听过一个说法是，学校的教育大部分都是在洗脑，一般人成为有钱人的奴隶，是这样吗？各位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往往不是在那些有钱人身上出现，这些往往是在努力工作的这些大众上面身上所看到的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工作只要稍微努力一点点，这个月就加薪或者有加班费，然后就多了一点点钱，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普遍大众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是那些有钱人，比如说老板，他偏偏过的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根本就是2种不同的运作方式。所以我们看到有钱人过着很舒服的生活，但是一般的人却过得很辛苦，需要很努力的生活，就是这样。它差别其实就在于你当初被植入什么信念，就只是这样子。所以意思是，如果要有钱的话，要自己当老板吗？不是，要有钱的话，要自己知道如何显化丰盛，而不是完全照着教科书、学校的教育给予我们的信念。所以这个在这个上面，父母就显得很重要。因为至少在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地方，教育是一种强制的，就是你一定要念书，你不念书不行，你生出来就要念小学念国中。那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你自然而然就会去吸收那些信念。但是在吸收的同时，你回到家，父母怎么去跟你讲，这个就蛮重要的。如果父母是一个很灵性、很丰盛、很超越的人，他就必须要跟他的小孩讲说，这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他不要困在那个框框里面，就是这样。所以每个有钱人的思维都一样吗？有钱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投射出有钱是因为他丰盛，那有的又是其他的原因，钱只是一种物质。
那重点是那个丰盛的感觉，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投出丰盛的信念，回馈丰盛的感受回来，这其中就是包括了金钱，是这样子。那不是说一定是要取那个钱这回事。那有的人拿到钱，它是一种有钱代表了他的自尊，钱代表他的安全感，所以每个人对钱的定义不同。所以有的人有钱，他是不断的营造安全感，所以他一直有钱，因为钱对他来说是安全感。那有的人是丰盛，那我们讲的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需要钱，你只要去显化出丰盛的感觉，让自己获得丰盛的感觉，钱它就是会配合现实来到你身上的一个环节，就是这样。哦，那有些人说，有钱人很多都是赚黑钱呢，那为什么赚黑钱可以有钱？那他们不会有报应吗？其实这很单纯，他很简单，他只是觉得他一定会有钱，他做那些事就会得到钱。所以我说钱对每个人的意义不同。他如果做一些亏心事，他会得到钱，他并且觉得说他一定会得到这个钱，他的确会得到钱，但是他得到钱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他可能欺负了别人，压榨了别人，或让给予别人的痛苦，这些东西改天还是会回到他身上，所以他不是只获得了钱，他也可能也获得了痛苦，所以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同，所以我们不要困在钱这个东西上，而是要丰盛，要丰盛爱。对，我们基于丰盛跟爱去给予，然后甚至去享受，然后你得到的其中一个环节就会包含钱，这是最圆满的方式，而不是用那种其他的方式。你想说，当我做坏事的时候，一定会得到钱。你如果这个信念很坚固，你也可以得到钱，但是你给予痛苦，你回馈，当痛苦回来找你的时候，你得到了钱，但是你也得到了痛苦，就是这样。对，所以要丰盛的得到，所以是说还是要就是做人正直向善嘛。当然是这样，不然不是说正直向善，因为我们给出什么就会回馈什么。谁都不愿意有不舒服或痛苦的回馈给自己。好，下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拜财神爷有用吗？可以请求无形的存在帮助发财吗？其实有形无形都是自己显化的。如果你相信拜财神有用，它的确就会有用；你不相信，那的确就会没用。所以一切是自己信念所显化的。就你吃一颗特效药，你觉得有用，你就会得到健康，你就得到好处。但是你不相信那个有用，你吃了也没用。所以一切是自己信念所显化的。今天你为什么会看到一个财神庙？然后，而且你为什么也会相信它？这一切都是自己显化。你显化出一个有金钱回馈的剧本，那这个剧本里面自然就会安排好很多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你相信的，包括有财神出现的，你就可能会遇到，突然看到一个财神庙，然后哇，觉得有财神庙好棒，我一定要去拜。那你拜完就觉得感觉真好，我一定会有钱。然后后来你又遇到一个生意的机会，结果有钱赚到了钱，然后你就觉得哇，财神爷好灵。其实这所有的环节都是当初你投射出你会获得金钱的那个念头，然后显化出整套的剧本出来，配合你得到这个钱，就是这样。那是不是也跟集体意识有关啊？有关。就例如说，假设全世界大部分的人都相信拜财神爷会有钱的话，那是不是就更容易？也不用，因为有些人是相信，有些人是不相信。那你只要去相应那个相信的那个集体意识就可以了。相应要怎么相应？就你自己也相信，你就会相应那个，所以你就会落入那个圈子，然后拜财神爷是有效的，就是这样。那会不会有着一群人相信着喝下硫酸也不会有事？相信这个很少，因为集体意识到目前为止看不到有形成这样的一个圈子。但是你自己相信的确是可以的。好，那这集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拜拜。